新加坡将承认巴勒斯坦国，前提是它拥有一个承认以色列生存权，并明确摒弃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有效政府。9月22日，新加坡外交部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阐明了新加坡在这一国际热点问题上的审慎立场。就在同一天，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等欧洲国家在联合国总部宣布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使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联合国会员国数量增至157个。面对国际社会这股承认潮，新加坡的选择显得格外谨慎。这种谨慎不是孤立的政治表态，而是源于一个城市国家对其国家利益的深思熟虑。当全球超过2/3的联合国会员国已承认巴勒斯坦国时，新加坡选择了有条件承认的审慎路径。这种立场反映了新加坡一贯的外交原则，不轻易跟随国际潮流，而是基于实际情势做出独立判断。外交部长维文指出，新加坡作为地处东南亚核心地带的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国家，基于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在中东问题上秉持3大核心原则：维护国家凝聚力、维护国家安全，以及提倡对国际法的尊重与遵守。他说，国家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必须以新加坡的国家利益为依据，而不是以族群或宗教的观点为依据。我们绝不能容许外部事件和势力在我们的社会中制造分裂，或利用我们社会中潜在的裂缝制造问题。在国家安全方面，作为一个开放的小国，新加坡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新加坡在10月7日的恐怖袭击后支持以色列行使自卫权，因为若新加坡遭遇类似袭击，我们肯定会坚持同样的权利。此外，为增强新加坡安防能力，保障新加坡的安全，新加坡需要持续深化与国际伙伴的安全合作。新加坡的国际合作伙伴当中也包括以色列，但维文同时强调，这并不阻止我们在不认同以色列行为的时候，以具建设性的方式明确地向以方政府直接表态，这是我们一贯的做法，我们也会持续这么做。维文也指出，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对小国极为不利，因此新加坡必须遵守和维护国际法。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国家，新加坡必须要平衡不同社群的情感和立场。新加坡的穆斯林社群对巴勒斯坦局势高度关注，情绪反应较为强烈。在这种情况下，若仓促承认巴勒斯坦国，可能加剧国内社会分裂，甚至引发更多极端行为。黄循财总理在脸书发文中直接呼吁新加坡人不要让国外事件在国内分裂我们，并强调让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保持团结。这体现了新加坡领导人将外交政策与国内社会和谐紧密联系的考量。新加坡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体现了作为小国的生存智慧，在复杂国际关系中保持平衡，维护自身利益。新加坡与以色列有着长期特殊关系，自1967年以来，两国在军事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包括以色列为新加坡军队提供训练和技术支持。邵穆根部长指出，新加坡在以色列眼中具有一定分量，保持现有关系有助于新加坡在巴以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新加坡也多次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很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认为其反应逾越了底线。这种平衡立场表明新加坡并非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力求在冲突中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新加坡长期坚持不与任何国家轻易断交的原则，这种务实作风使其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必要的话语权和斡旋空间。自冲突爆发以来，新加坡政府与人民已提供10轮援助物资和捐款，这些援助包括支持埃及的医疗机构救治巴勒斯坦伤者，为在约旦和加沙接受治疗的约100名巴勒斯坦截肢者提供义肢和相关物资，以及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捐助50万美元援助挨饿的加沙人民。总理黄循财透露，新加坡已承诺为加沙提供超过2400万新元的援助，同时，新加坡也支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能力建设计划，
帮助巴勒斯坦人为最终建国做准备。新加坡还采取了更具外交压力的措施。维文部长宣布，新加坡将对在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暴力行为的激进定居者团体领导人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这一举措表明，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不仅停留在口头声明，还会在必要时采取具体行动。总理黄循财在脸书发文中呼吁，让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保持团结，并且一起尽我们的力量，在新加坡和我们的海岸之外建设和平。这句话道出了新加坡外交政策的精髓，在国内维护社会和谐，在国际上发挥建设性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行列，新加坡仍在耐心等待最佳时机。这个城邦国家清楚地知道，真正的外交成功不是简单的追随多数，而是在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找到最能保障自身国家利益的道路。对于新加坡而言，承认巴勒斯坦国不是一个是否问题，而是时机问题。当这一承认能够真正推动和平进程，而非只是象征性姿态时，新加坡才会采取行动。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你觉得面对类似巴以冲突这种复杂问题时，你认为国家利益应该如何权衡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最后，请别忘了点个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